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宇宙的终极奥秘，弦理论的优雅、大爆炸理论的震撼、量子力学的诡谲，这些都以各自的方式触及存在的深层结构。然而，在它们之上，或者说在它们之先，存在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一切为何存在？为什么有秩序而非混沌？为什么有生命而非死寂？这些才是真正的终极奥秘。今天我们从一段古老而又充满哲思的文字中寻找答案，那就是约翰福音1章1节。约翰福音1章1节原文精炼至极，中文译本更是惜字如金。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短短16个字，却字字珠玑，句句深邃，如同一个微缩的宇宙模型，里面蕴含着无限的维度和层次。今天我们就尝试一层层地抽丝剥茧般的去解构它，去感受它所描绘的那个宏伟而又精微的宇宙图景。首先，让我们聚焦于第一句：太初有道。太初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令人敬畏的宏大时间感，它绝非指某个具体的历史时刻，甚至不是指宇宙大爆炸那一瞬间。它所指向的是比时间本身更古老、比空间本身更广阔的之前。那是一个万物未辟、混沌未分的境界，是时间尚未被概念化，空间尚未被定义，甚至连虚无这个概念都难以被描述的极致原点。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科学，可以追溯到宇宙诞生后的万分之一秒，甚至推测大爆炸之前的起点。但太初所指的是比起点本身更超前的存在，是起点之所以能够成为起点的那个原初的原则。这与我们试图用数学和物理去描述宇宙起源时总会遇到的起点问题有某种哲学上的共鸣。那个无法用现有定律解释的起点，似乎在暗示一种超越已知物理法则的存在性前提。而约翰福音1章1节便直接跳过了所有这些物质层面的追溯，指向了那个根本的有。而这个有就是道。道在这里绝非中文日常语境中所说的道理、道路或方法那么简单。当我们听到道，很容易联想到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那是一种超越语言、不可言说的宇宙本体。这种联想其实捕捉到了 logos 在约翰福音中被赋予的深邃内涵。原文中的道，即希腊词 logos， 这个词在古希腊文明中拥有极其丰富的哲学意涵。早在赫拉克利特时代， logos 就被用来指称宇宙万物背后那个普遍的理性原则、秩序和法则，是支配一切的内在逻辑和智慧。他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着一个不变的 logos。 后世的斯多葛学派更是将 logos 视为宇宙的灵魂，是那位遍布宇宙、创造并维持宇宙的活性原则。它既是宇宙的生命力，又是宇宙的理性结构。因此，当约翰福音的作者选择 logos 这个词，而不是其他任何词汇来描述宇宙的这个原初原则时，他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他希望能够借用其在当时哲学语境中的深层含义，向世人宣告一个惊天秘密。这个秘密就是道并非是宇宙大爆炸之后才涌现出的物理规律，也不是生命演化过程中才偶然出现的意识。不，这个道是比所有这些都更根本、更原始的存在。它是一种先于物质、先于时空、先于一切经验的超验智慧、秩序和逻辑。太初有道，意味着在宇宙尚未被创生之前，道就已经存在了。它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自有拥有的。它超越了宇宙的物理性开端，是宇宙之所以能够开端的那个原初的原则。它暗示宇宙并非是盲目力量的随机堆砌，其深层结构中便蕴含着一种智慧，一种建构性、目的性和统合性的智慧。
这直接挑战了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物质是第一位的。它暗示意识、智慧、信息，甚至某种意图才是更为根本的存在。如果我们将宇宙视为一部宏大的程序，那么道就是编写这部程序的源代码，是支撑整个程序运行的底层逻辑，甚至就是程序编写者本身的智慧表达。它不是某个具体的物理定律，因为物理定律本身就是道的体现和运作方式。它是那些我们还在不断发现，甚至尚未发现的一切定律背后那个更根本的存在性理由。这种思考引向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结论：宇宙并不是先以无序的物质形式存在，然后才偶然地产生出秩序和智慧。恰恰相反，秩序和智慧，即这个道，是先于一切物质而存在的，并且是物质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以有序方式运作的前提。我们的科学，无论多么精密，都只能在道所建立的框架内探索。当我们研究数学的完美、物理定律的和谐、生命的复杂性，我们其实都在无意识地触摸着这个道的显现，感受着它那无与伦比的深邃和精妙。它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是所有形而下存在的根源和支撑。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句，道与神同在。这句话开始建立到与神之间的关系。神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创造者，是万物的源头和主宰。而道与神同在则表明，道并非是独立于神的另一个实体，不是神之下的某种次级存在，而是与神有着紧密无间、本质性的共在关系。这可以理解为，宇宙的根本秩序和理性是与那位终极的、超越的存在者神不可分割的。神并非仅仅是道的创造者，他同时也是那个秩序的化身，是那个理性的本体。同在这个词语，其原文希腊词派 pros 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上的在一起，它更深层的含义是面向、与、对话、与、亲密连结。它暗示了一种极为亲密、深厚而具有目的性的关系。它不是道在神的旁边，而是一种内在的、本质上的关联，甚至可以理解为道是神向内自我表达、向外自我彰显的形式。这意味着道承载着神的属性、智慧和意图，是神性的显现和表达。如果我们将宇宙的终极奥秘理解为万物为何如此存在，为何有秩序而非混沌，为何有生命而非死寂，那么道与神同在就在提示我们这种秩序、生命和存在的合理性，其终极根源在于那位超越性的智慧和意图。世间万物能够被我们理解，能够被数学模型描绘，能够遵循物理定律，其根本原因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它们共享着一个共同的、神圣的、理性的源头。宇宙并非一个冰冷无情的机器，其运转的底层逻辑是与一份至高的意志、智慧和爱息息相关。这种同在也意味着，我们对道的探索也将必然引向对神的认识，因为它们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我们仰望星空，惊叹宇宙的浩瀚无垠和其内在的精密运转；当我们俯察微生物，为其复杂而精巧的生命结构所折服，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份超越性的美、秩序和超凡设计，正是道的显现，也是神的同在。可以说，道就是神在宇宙中留下的签名，是他存在的无声宣告。它不是一个被动存在的客体，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与神性本质紧密相连的活跃原则。所以，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在解码道的运行方式，也是在更深层次上理解神的创造性智慧。最后一句，也是最直接、最震撼的一句，道就是神。这句话将道的地位提升到了极致，它不再仅仅是与神同在的一个原则或属性，它本身就是神。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声明，它超越了宗教的单一神观念，也超越了希腊哲学中 logos 作为抽象理性原则的边界。它直接将宇宙的终极理性、秩序、智慧与至高无上、具有位格和意识的创造者画上了等号。这句道就是神带来的哲学和神学冲击力是巨大的。它意味着，第一，宇宙的理性是神性的。宇宙并非一个盲目的、随机的、无目的的机器，其内在的秩序、美感、数学结构和物理法则都是神性的体现。我们所探索的科学规律，其实是在触摸神的心思和智慧。当物理学家发现宇宙常数，如万有引力常数、光速、普朗克常数等被精微的设定，以至于哪怕其中任何一个数值稍有偏差，宇宙就不可能演化出生命，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如果道就是神，那么这些看似巧合的精调，正是道之神性的自然流露，是神性智慧的完美体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从亚原子粒子到浩瀚星系，都铭刻着这个道的印记，都反映着神性的创造力与设计。这不是一种泛神论的声明，即神就是宇宙万物，而是说神以其本质性的道贯穿并定义着万物，使万物能够存在、运作并具有意义。第二，存在有其终极的意义和目的。如果道就是神，那么宇宙的存在就不再是偶然的，而是承载着某种神圣的、有目的的意图。这为我们对生命、对宇宙的意义探寻提供了终极的基础。在虚无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许多人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中，感到生命的空虚和无意义。然而，道就是神的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的存在并非无足轻重，而是被纳入了一个宏大而充满目的的神圣计划之中。我们每个人作为道在物质世界中的独特显化，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承载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和价值。这并非要求我们放弃个人的目标和梦想，而是让我们在追求这些目标时，能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更神圣的背景之下，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满足和平和。我们探索宇宙，其实也是在探索我们自己与这个神圣道的关系。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理性，都是这个道在我们身上的微观投影。第三，神并非遥远或抽象。通过道，神并不抽象遥远，也不是一个高悬在9天之上的冷漠监视者，而是以其内在的逻辑、规律和秩序，临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甚至更进一步，正是这道本身，就是神性本体的直接彰显。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宇宙的法则，通过认识真理来认识神。神并不是一个外在于宇宙的魔术师，突然变出了所有东西。相反，神以道的形式，是宇宙的内在逻辑，是生命的创造原则，是万物存在的理由本身。正因如此，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的探索，对美的欣赏，对道德良知的遵循，这些行为本身都在不同程度上与道相连接，与神性相交通。无论我们身处何种文化背景，当我们被宇宙的浩瀚所震撼，被生命的奇迹所感动，被逻辑的美感所吸引时，那都是我们与道共鸣的瞬间，也是我们体验神性的瞬间。将这3句话整合起来，我们看到一个连贯而深邃的宇宙观。在时间尚未开端之时，宇宙的根本秩序和理性道就已经存在，它是自有拥有的。这个道与至高无上的创造者神紧密相连，有着极其亲密而本质性的关系。而更进一步，这个道本身就是那超越万有的神，是神性的直接显现与本质。它不是神用来创造世界的工具，而是神性本身，以一种可以构建宇宙的方式存在着。这对我个人而言带来了几个层面的深刻思考。
这些思考跨越了信仰与非信仰的界限，触及了人类最根本的存在疑问。首先，它彻底改变了对科学与信仰关系的看法。长期以来，这两者被视为相互对立甚至冲突的极端。科学似乎在不断用自然规律驱逐神性，将一切神秘最终解释为可量化的物理现象。而信仰则常常被视为非理性的，与科学逻辑格格不入。然而，如果我们接受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的观念，这种对立便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刻的协同与互补。科学的探索，例如物理学家对宇宙大爆炸和基本粒子的穷究，天文学家对星系演化和黑洞的观测，生物学家对 DNA 结构和生命起源的揭示。这些行为不再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硬性分析，而是在以各自的方式读懂道，从而间接的，甚至可以说直接的认识神。我们发现的每一个物理定律，每一个数学公式，每一个生命的奥秘，都是这个道在其自身法则下的运作与显现。科学家所发现的宇宙的惊人秩序、精确和谐与内在美感，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当我看到那些复杂的物理方程，它们以极其简洁而优雅的形式描述着宇宙最深层的运行机制时，我不仅看到了公式，更看到了公式背后所蕴含的那结构性的美和智慧。当我们赞叹斐波那契数列、黄金分割比例在自然界中的普遍存在，从植物的叶序到星系的旋臂，当我们惊异于宇宙常数被精调到小数点后数十位的无与伦比的和谐，这使得碳基生命得以演化，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约翰福音1章1节告诉我们，这背后有道在支撑，而道就是神的智慧和本质。科学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突破，与其说是否认神，不如说是发现神在道中的更深层表达。科学是我们理解道的语言，而道则是宇宙作为神性创造的语法和逻辑。其次，它为我们理解存在的意义提供了终极的锚点。人类是终极意义的孜孜不倦的寻求者。我们探索生命，探寻宇宙，最终都希望找到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的答案。在原子主义和物质主义占主导的哲学语境下，生命常常被描述为一连串随机的物理化学反应，我们自己不过是宇宙中一颗微尘上短暂燃烧的有机体。这种虚无主义的结论剥夺了许多人生命内在的动力和价值感。然而，如果宇宙的根源是一种带有智慧和目的的道，那么宇宙和我们的存在就并非虚无缥缈，而是被赋予了深远的意义。这个道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并非孤立的粒子，而是整个宇宙智慧和秩序中的一部分。我们作为有意识、有理性的生命，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这个道的特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些超越物质层面的体验，都根植于我们与这个作为终极智慧的道的内在联系。我的生命旅程，我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我所经历的每一次成长，都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的堆砌，而是这个宇宙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是我作为道之显化的一种独特表达。这并非是要我们放弃追求个人的目标和梦想，而是让我们在追求这些目标时，能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更神圣的背景之下，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满足和平和。当我们感到自己的存在有意义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才能超越物质的限制，活出内在的丰盛。再者，它深刻地启发我们思考个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我们作为意识主体在宇宙中的独特位置。如果道是宇宙的终极奥秘，而这道又是神性的体现，那么我们作为道的受造物，不仅仅是物质的堆砌，更是灵性的存在。
这促使我们反思，除了物质层面的需求，我们是否还拥有一种对更高智慧、对超越性意义的渴望？当我们的内心深处被触动，感受到宇宙的浩瀚与自身的渺小时，那并非空穴来风，那是我们内在的道，在与宇宙的大道共鸣。那种对超越的向往，对永恒的渴求，对真理的追寻，正是我们自身被道所赋予的本能。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不仅仅是一个生物个体，更是一个承载着道之微光的镜子，能够反映出宇宙最深层的真理。我们思考，我们创造，我们爱与被爱，这些都是我们与道相连接的独特方式。认识到这一点，会赋予我们巨大的责任感。我们不仅仅是宇宙的观察者，更是其参与者和维护者。我们对待自然、对待他人、对待自己，都应该带着一份敬畏和觉察，因为一切都与那个终极的道息息相关。保护环境、追求公正、传播善意，这些行为都可以被视为与道和谐共振的表现，是我们在物质世界中践行神性原则的方式。当然，要真正明白宇宙的终极奥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单凭一段经文的解读就能完全穷尽。这需要我们用一生去体验、去学习、去感悟。这不仅仅是智力上的理解，更是心灵上的开启，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转变。约翰福音1章1节就像一把钥匙，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宇宙深层实相的门，指向了那个关于宇宙根源、本质和意义的至高真理。它邀请我们超越表象，去探索那形而上的存在，那赋予一切以秩序、智慧和生命的道。这种探索是对宇宙最深层代码的阅读，是对终极实相的追问。它提供了一种宏大的视角，让我们可以将自身的微渺与宇宙的浩瀚连接起来，找到我们存在的神圣价值和意义。当我们理解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16个字所蕴含的宇宙观，我们就会明白，宇宙并非一个无意义的偶然，而是由深邃的智慧和秩序所构成，其一切存在都有其根源和目的。这个道不仅仅是存在的法则，更是存在的理由。它不是一个被动的信息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主动的、充满创造力的源头。这或许就是宇宙的终极奥秘，它不再是某个遥远的、难以捉摸的物理定律，而是那个超越一切、包含一切的道，是终极的智慧、秩序和存在本身。它召唤我们去探索、去连接、去融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同时，如果这个视频改变了你的看法，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了解哪些内容。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